亲爱的灵魂家人，近期你的生活怎么样呢？是否有感觉得到桃花运势正在不断的上升之中呢？最近呢，也有很多朋友在找老师做私占，希望我帮忙看一下自己遇到的人是否是合适的，对方的一些真心诚意，对方的心思，以及两个人未来呢是否有好的一个发展等等。很高兴呢，可以通过塔罗牌占卜给到大家能量，给到大家正向的一些指引，让大家可以去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抓住自己的幸福。那今天呢，我就来做一个大众占卜，看一下下一个对你真心表白的人是谁，让你也可以抓住缘分，不要错过缘分，抓住自己美好的爱情。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一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然后呢，来选择牌卡。如果我们跟牌组进行能量选择之后，你的第一感觉是2张牌组的话呢，那么代表着宇宙呢想告诉你，这2组里面都有你需要吸收到的讯息，可能两组呢都聆听是最好的，好吗？那目前先跟我来做这个小小的静心冥想小仪式吧，请大家闭上眼睛，深呼吸，让我们在最放松的状态，大口吸气，大口吐气，把关注度放在我们的呼吸上，什么都不想。吸气，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宇宙，请告诉我，谁即将对我真心表白？我的爱情又会怎样发展呢？感谢你的指引。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老师为你做的占卜解读。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记得点赞，记得分享，也请在聆听讯息之前公屏打出来，接受宇宙祝福，领取好运，接受美好爱情等等的字样让我们表达对宇宙的感恩之情，也让我们吸收桃花运势能量。最后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今天你听到这个占卜讯息其中的这个恋人是你不喜欢的，你不想要的，那么可能你在错误的房间去找对的人，当下要去更改一下自己的思想行为模式咯，对自己的恋人标准呢，可能也要去做一些更改，更多的去认识自我，也对你未来的恋人、未来的恋情呢，有更多的一些设限，想得更加的具体，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去做祈祷，告诉你的守护天使，告诉你的宇宙，你想要怎样的恋人，让他们找到你真心喜欢的，不要给你安排错了。当然，如果你不告诉宇宙你想要什么的话呢，宇宙怎么知道呢？也许他派到你面前来的人是他觉得合适你的，但是你自己可能当下不喜欢的，明白吗？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个宇宙为你安排的恋人的话呢，那么记得在公屏打出来，接受幸福，接受爱情等等这样的一个字样，让我们来催桃花。好，那现在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谁即将对你真心告白呢？宇宙会给你哪一些重要的讯息？那我们一部分一部分的来解读牌卡。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近期你的状态。
在别人眼中呢，你是一个很有上进心、很勤快的人，感觉当下呢，你正在不断的提升自我，而且对自己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对自己的恋情呢，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时间精力投身在自己的身上，专注在自己的成就上面，在自己的技能上面呀、学业上面呀、事业工作上面呢，正在不断的磨练自己，正在不断的去激发自己的潜能，不会因为单身就患得患失的觉得好像自己不幸福，所以你没有情感上面的依赖，你也不会寄希望呢在感情上面，不会觉得好像进入到爱情里面那就永远的开心了、幸福了，你没有童话故事的幻想，没有说公主遇到王子了，那么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而是呢，你希望自己更加的优秀，希望在当下呢，可以好好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一些突破，进入到更高的一个层次里面。当你进入到更高一个层次里面的话呢，你肯定也会遇到更优秀的恋人。如果自己保持着当下的水平的话，可能也会只遇到同层级的磁场的人。你希望对方他可以更加的好，那不管是自己的能力方面呢，还是对方的条件方面，还是对方的品格能量上面，你都有高的一些标准的，那么你也不会去祈求对方比你好很多，你希望呢大家是可以在同一个层级、同一个频道上面，所以你知道自己有多好，那么遇到的对方他也就会有多好，自己有多健康，自己有多富有的话，那么对方呢也会达到你想要的这个标准上面的。而且呢，你是比较现实主义哦，就当下来说，自己是算脚踏实地的，没有只想不做啊，没有在那边躺平，也没有在那边只是空空的做一些期待。命运是掌控在你自己手中的，只要自己天道酬勤，只要自己不断上进不放弃的话呢，肯定未来会越来越好。今天比昨天进步一些，那么明天呢，肯定比今天也会更好的。而且看到不是谁当下追求你，你都愿意去答应的，你是不会寄托在情感上面，情感上面也没有任何的依赖，你也不需要别人来救赎于你哦。你希望呢，好的爱情是共同的，一起经营，一起分享，在自己足够开心快乐的时候，然后遇到美好的爱情，把这份快乐分享给他人。你觉得好的爱情呢，就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如果自己的生活都不好，怎么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好的状态呢？所以想法其实是比较理智的哟，而且也是头脑很清醒的，没有任何的恋爱脑。在别人眼中呢，其实你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人，而且很理性的一个人，你也在不断的做自我提升之中。而当下你想要的爱情就像命运之轮一样，车轮是可以迅速旋转的，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转变，给你带来很多的能量，很多的运气。你希望自己遇到幸运的爱情，顺心顺意的，不要有太多的一些阻碍，太多的挑战，而遇到真正的命定之人。希望命运呢会安排一个很成熟、很踏实，给你稳定感，并且他自己的家庭条件、事业、金钱条件也是不错的，千万不要一穷二白，也不要过于的这种懒散，至少呢是一个潜力股。而且你可能希望遇到一个给你很多的新鲜感，给你是不同可能爱好的人哦，彼此有更多的一些影响，打开更多的世界观啦，打开更多的一些格局。你们可能有很多的差异，但是呢是可以磨合，是可以玩到一起去的。大家愿意开放的去接受这份差异，有更多的一些探索，保持着冒险精神，保持着好奇心，但同时呢也是比较实际的爱情。对方最好是一个很可靠的、负责任的，但是呢又幽默的，比较有活力的，
给你足够安全感的人，至少来说，在热情跟稳定之中，它是保持在平衡的，在激情和转变之中，以及在踏实实际之中呢，都是比较平衡的。其实，你希望自己遇到的一个年纪比你大，或者是心智比你成熟的人，其实这种对爱情的标准不低，但是呢，也确实是适合于你的，也确实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想法。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期待之下，宇宙会派怎样的人来到你的身边呢？即将对你表白的人是按照你的要求来的吗？我们来做揭示。是的，即将对你表白的人，他会是一个比较诚实而且可靠呢、稳重的人。他想跟你建立的也是这种很长久的关系哦。他希望呢，进入到一拍即合、承诺的关系里面，不要仅仅是爱情游戏啦。他的条件应该是不错的。那么首先可以看到，即将对你表白的人，他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人，他不会有太多的一些界限，不是想法很死板、很封建，他是愿意去接受新的一些思维，愿意去做保持着好奇心哦，去倾听一些新的想法的。他不会觉得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就是错误的，或者是自己没有接触过的就是错误的，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排斥之心。虽然呢，他的年纪可能是比你大的，虽然可能他的心智呢是要比你成熟一些，但是呢，他愿意去先信任别人，不愿意一刚开始就保持着一个怀疑、质疑的态度。所以在跟他交谈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非常的顺畅，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如果他不理解的话呢，他会尝试着去理解。如果他实在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他可能会去询问你哦，这样让两个人不太容易出现一些误会。但有时候呢，他在爱情里面可能没有太强的一些自信心，他需要一些外在的鼓励或者是支持。那么你跟他在一起，他做的对的地方，你喜欢的地方，你就多赞扬他，多肯定他，让他知道哦，原来你喜欢他做这些事情，他就知道如何跟你有更多的一些连接，讨你的欢心了。因为在爱情里面呢，他是曾经受到过伤害的。因为这个人哦，他其实蛮大方的，他是很慷慨的，只要自己喜欢的人送钻石啦，送一些比较昂贵的礼物，他都是很愿意的。花钱在自己爱的人身上呢，也是他幸福的一件事情，也可以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但曾经可能他遇到的恋人是抱着一些欺骗，或者是抱着占他便宜的想法呢，在他身上得到了一些东西，最后离开他了。所以他会有一些担心，在爱情之中会有一些不安全感，所以他不会太过于的主动。即使遇到了自己很心动、很喜欢的你，他不会很快的就表达自己的真心，不会特别的急躁，主要呢还是看你的反应。可能刚开始呢，就是云淡风轻的聊聊天啊，就约你找一些借口约会与你，去看一下你对他的态度。真正的感受到好像你也喜欢他，你对他有兴趣之后呢，他才会慢慢的去展开追求。所以算是一个还比较理智的，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也是比较现实主义，更多的呢是看当下，而不是一刚开始就幻想你们的未来，大家要共同买房啦，要在什么地方生活啦，什么时候要见父母啦等等的，没有太多的一些幻想。最刚开始先做朋友，先彼此有更多的熟悉了解，看合不合拍，然后呢再尝试一下约会，再尝试有更多心与心之间的这种对话哦，非常坦诚真实的去
进入到精神世界的探索之后，他可能才会有更多未来的一些计划。其实最主要的，他会觉得当下呢，如果每天彼此都是开心的，彼此都是诚实的，那么未来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最主要的是把每一天每时每刻的日子过好。他可能不是做艺术方面职业的人，他没有很强的时尚打扮能力，他可能也不太懂艺术，对于金钱物质呢，可能没有太高的一些欲望，更主要的就是顺其自然，更主要的就是享受当下，不会有太强的好胜之心，更多的时候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的，而不是去看自己没有拥有的。拥有的东西呢，就好好的珍惜，好好的享受吧。是一个比较踏实简单的人，当然有时候呢，他的内心也是有一些担心、焦虑或者是挣扎的，但他可以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一旦他觉得安全可靠的话呢，他是会去主动的，所以是属于先慢后快，先冷后热这样的一个类型。那你们相遇呢，很可能是在突然的情况之下，转角遇到爱啦，或者是出乎意料的地方遇见自己的爱情，那可能是你没有想过的地方，或者是你没有想过的这种场景之中去相遇的，也有可能是在道路上，比如说在逛街的时候啦，旅行的时候啦，度假的时候啦，或者是回家的路程上面呀，也可能是在一些交通工具上面认识到的彼此。五角星10这张牌卡呢，也可能这个人呢是你的家人介绍的，或者是通过你的朋友介绍的，也可能甚至是自己的邻居或者是同事朋友介绍的，就是经过比较亲密的人，离家很近的人，通过中间人而认识到的彼此，也可能是在自己本有的社交圈子里面，本在的工作场所，或者是在你们共同参与的一些活动之中相遇的。在相遇的当下呢，会让你感觉得到一种稳定感、舒适感，没有太激情兴奋的感觉，而是有一种熟悉的能量。愉快时光这张牌卡呢，象征着你跟他在一起哦，会有很多快乐、开心的享受。你们的约会呢，是在很轻松、欢乐的氛围之中的。两个人哦，就是畅聊，两个人可能也会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可能一起去看演出啦，可能一起去参加派对啦，可能有蛮多的一些很充满乐趣的玩乐的。这种玩乐呢，让你觉得两个人呢，并不是以谈恋爱或者是以结婚为目的去交往的，会让你感觉到比较舒服、顺其自然，而且你们两个人呢，也会做很多的沟通，在网络上面、短信或者是邮件上面呢，有很多的这种聊天，并且他是非常重视跟你的沟通交流的。你们呢，也会通过一些语言呢，去清楚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可能自己喜欢的或者是不喜欢的都会直接的讲，让彼此的这种沟通会更加的直接直白，其实蛮好的。而且他很喜欢跟你交流，随时只要你给他发信息，他在不忙的时刻都会第一时间回你的信息的。他喜欢你跟他有比较强的沟通，这一点呢，也希望你在发信息上面呢，可以积极一些，可以主动一些。他是一个可能喜欢穿正装的人，他穿衣服的颜色呢，不会有太多的一些粉色啦、蓝色啦，不会有太多鲜艳的一些颜色，更多的可能是黑白灰，更多呢可能是一些职业装。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正直、将心比心、公平公正的人。很多时候呢，他都会客观的去做一些思考。
他不喜欢占别人便宜，如果你对他好1分的话呢，他一定是会还回来的。他有感恩之心，他会记得谁对他的好，那他也不会去占别人的便宜。同时他也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珍贵的人，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跟他一样哦，你们应该都是蛮喜欢小动物的。也许呢，在恋爱之后，可能也会去一下动物园啦，也可能会去一下猫咪咖啡啦，也可能会去收养流浪狗啦，或者是想要养狗狗。然后礼物这张牌卡呢，代表着他会给你足够的关怀，他也会呢给予你礼物来表达他的真心。他可能不是一个很懂得甜言蜜语的人哦，但是呢，他心里想什么，他就会讲什么，而且他是会用一些行动、一些物质来表达他对你的真心的。你们之间呢，在心灵上面是有比较强的连接，可以进入到精神上面的这种交流，在价值观啊、爱情观、婚姻观啦、人生梦想上面都有很多的一些沟通。最刚开始呢，可能他对你是单相思的，他没有太明确的一些表示哦，他是很喜欢你。他会慢慢的去观察你，先加你的联系方式，然后看一下你是怎样的人，你发了怎样的朋友圈，你是怎样的一个动态，然后呢，可能在你们初几次见面的时候，他也会看看你身边的朋友是怎样的。总之呢，通过你周围的一切哦，来观察你，然后对你有更多的喜欢之后呢，就会直接敞亮的去跟你沟通，问你很多的问题，然后你们在越聊越开放之后呢，他会发现你是一个很美好的人。当然最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也是会有一定的隐藏，他会隐藏对你真实的一些感情跟动机。最刚开始你可能不知道他是喜欢你的，可能他会找一些工作的借口啦，或者是其他朋友大家一起聚会的借口啦，或者是让别人来邀约你哦，然后进入到更多的见面之中。但是这个也蛮好的，无论如何呢，遇到了你心动的人，你就非常坦诚的、积极的去表达你的喜好就好了。真正喜欢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坦诚而离开你的，所以你只要真实的做自己。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会有很多的共度甜蜜浪漫的时光。你们可能会是充满激情的关系，你们可能会去旅行，会去远足，那会去很多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去感受。他喜欢和你在一起，而且当他遇到你的时候呢，他的人生是真正的开始了，也代表着当他遇到你之后，他就更加的有目标性了。他会可能更加努力自己的事业啊，更加努力的存钱啊，想要去购房啦，或者是想要建立婚姻啦，他会想得相当长远一些，不会就自己一个人吃饱，那什么都不管了，而是呢，会承担起更多的一些责任。在他心中呢，他是欣赏你的，他会很肯定、认可你的一些想法，你的一些决定。但是在感情里面呢，他不是一个很有爱情技巧的人哦，他可能在自己的为人处事上面呢，或者是在自己的专业事业里面是有比较多的一些经验，但是在情感里面呢，他没有太多的一些经验，是一个还比较单纯的人，所以有时候他也会不知所措，不知道你对他是怎样的一个想法，那不知道你们可以如何有更好的一个方向，怎么样的？总之呢，他也需要一些专业的建议。所以，当你跟他出现一些思想矛盾的时候，或者是出现一些误会的时候，不要觉得他好像什么都懂，他不理解你，可能他是真正的没有理解到你。最主要的是两个人要沟通，一定要很坦诚的去讲出自己的一些疑问，
或者是表达自己的不舒适感。只有在直接的简单的沟通之后呢，你们才会消除更多的一些误会哦。这一点呢，也希望你可以给予他更多的一些时间支持。还有就是他是非常迷恋你的，他对你的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以他很可能快速的就确定了想要跟你渐入到这种家庭关系里面。他会觉得说不定你就是他的正缘，你就是他的正桃花。而且下一个向你表白的人，你们之间的情感呢，其实可以发展的真的非常的顺利。你们两个人的思想是可以沟通，是可以磨合的，很多三观是比较合的。你们的文化层次，或者是你们的婚姻观，也许都很搭。而且周围的人呢是很祝福你们的，是希望你们可以天长地久，是希望你们可以开花结果的。你们两个人其实也很好的有团结合作的精神哦，说不定在事业上面呢还会彼此有更多的一些帮助，人力资源上面的一些共享啦。其实如果你自己遇到任何的麻烦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工作难题的时候，你去开始问他，或者是把自己今天工作上面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告诉他，慢慢的由这些地方呢就可以打开你们之间的隔阂，彼此走到更加的深层次去，让他可以更多的了解你，理解你，站在你的角度去帮你分析问题。可能他会给你一些好的智慧的指引哦，他是可以成为你很好的搭档的，而且你们两个人可以成为很好的闺蜜或者是兄弟，是那种非常棒的伴侣关系，但是又是想跟对方发生性爱、身体欲望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是最好的一种情侣状态，其实是可以好好珍惜的。那么宇宙呢，想告诉你哦，当下你可能要注意几件事情。首先，在你的想法上面，在你的行为上面，要有更多的一些弹性，不要太过于一面之缘就去拒绝他人，就去排斥感了。另外呢，有时候当下你有点不近人情哦，太过于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了，还是要去多认识一下新的朋友，还是要去建立一些人际关系上面的互动。那么单身的时候呢，也可以给周围的人说，如果遇到合适的，可以介绍啦。实际上也让别人有机会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好的桃花运势嘛。当下呢，去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多去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可以去参加一些新的活动啊，或者是认识一些新的人，或者答应去参加一些新的约会聚会哦，说不定在这些意外的场景状态之下，你就会遇见这个想要向你表白的人。除此之外呢，宇宙当下也在提醒你哦，要审视一下自己的目标、自己的价值观，确定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然后把这些精力跟注意力放在这些事情上面。当然工作是重要的，但是工作就是为了换取足够的金钱去享受生活，所以生活呢是比工作重要的，感情呢也是比金钱、工作所重要的哟。所以在你的工作呀、家庭啊、关系啊这些方面，你要决定哪些呢投入更多的一些精力，不要因为挣钱而忽略了周围的一些缘分咯。还有最后呢，真相这张牌卡代表着真实跟透明，你需要勇敢的去面对任何的真相，在跟任何人之间呢都可以坦诚的去做沟通，越真实的表现自己，那么你越可以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最终呢，你是可以驾驭生活的变化的，你是可以找到内心的平衡跟满足的。相信你会遇到幸福，你一定会遇到幸福。相信你会遇到美满的爱人，你一定会遇到美满的爱人。相信宇宙是不会跟你抗衡的，它不会给你带来坏事情的，它一直会是支持你的，它一定会给你满满的祝福。相信宇宙对你的爱，那么自然而然你的生活里面就没有任何的烦心事啦。记住，很快呢你就会遇到对你真心表白的人，这个人呢是符合你想要的爱情恋人标准的哟，可以值得好好的珍惜。很有可能呢你们会进入到很美满的感情结果里面。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值得期待。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谁即将对你真心告白呢？宇宙会给你哪方面的讯息？那么首先我们来对应一下当下的你。首先圣杯七牌卡的逆位哦，看到你当下呢正在做感情上面、思想行为上面的一些调整。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你们有的人呢其实之前是比较感性的，然后对于爱情呢有更多的一些幻想，觉得又要帅或者漂亮，然后又要家庭条件好，事业也要好，性格也要好，品德也要好，又要专一，好像对这种恋人的需求是比较有太高太完美的一些标准了。当下呢你也知道人无完人，自己都没有办法那么的完美，怎么可能去要求别人呢？所以呢你也会更加的现实一些了，正在呢去让自己对于恋人对于爱情更加的一些理智。在别人眼中呢你是有一定的决心、勇气跟挑战能力的。如果你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你应该是会去主动的，你是愿意掌控自己的爱情，抓住自己的缘分。如果遇到任何人际关系的挑战呢，你也是可以去克服这些障碍的。如果身边有人被欺负了，你也会站出来去行侠仗义的。在别人眼中你是一个积极的、乐观的、开朗的人，很多事情呢不会太过于的去计较啊、比较啊，或者是怀恨在心，你是比较大大咧咧的，是一个比较天真无邪的人。在你面前呢也会觉得比较舒服舒适，你是有比较强的亲切感的。该自己很行动力的时候，你也是很有这种行动力能力。该自己放松的时候呢，也感觉你是一个比较放松的，而且在别人眼中你算是一个比较有魅力的人，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对于自己的目标，对于自己期待的话呢，你都会去专注，会去努力的争取，努力的获得。而且你也有这种很阳光、很活力的能量，你是可以给周围的人带来幸福感，带来温暖感，你也是很健康的，所以身边的人都对你的评价还是比较不错的。目前看到呢，你的能量也是蛮好的，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理智了。而且你对待自己的恋人你对待自己想要的爱情，看到不会太过于的浮夸，其实你是可以同甘共苦的人，你的本质呢是非常善良的，你也相信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可以共患难，至少来说不会要求在很年轻的时候对方就是有经常非常多的一些财富可以去购房买车，你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幻想希望啦。但是呢你希望对方是一个潜力股，至少来说他是上进的，他是勤快的，跟你一样。如果两个人没有钱没有关系，有足够的爱，我们可以慢慢的一起去存钱，一起去挣钱，最主要是他不要太懒散了。你也希望呢很好的爱情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玩，一起努力，一起创造，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大家可以聊到一起去，有共同的一些朋友，
保持这种情感的满足跟和谐，你渴望那种温暖、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陪伴的亲密的爱情关系。你希望呢找到一个可以跟你在精神上面有深度连结的人，而且彼此呢可以倾诉心声，大家又在身体上面互相的依赖，在情感上面呢也会像好朋友、兄弟或者是姐妹那样互相的可以倾诉。这种情感呢也是必须建立在彼此情感需求的满足上，给予大家更多的一些安宁，更多的满足感。你希望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同时你也渴望一种充满理解，可以在情感和物质上互相给予拓展需求的伴侣。希望你们可以共同经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共同去创造未来的幸福。只要有爱的能量，只要可以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信念，那么在刚认识的时候，没有钱，没有足够的好的事业，没有关系，一起可以去创造未来。这是你的爱情观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这就代表着宇宙会派怎样的人来到你的身边呢？会不会是你期待的呢？我们先来展示部分的牌卡。看到下一个对你表白的人，他对你的想法呢是很正式的，是想跟你建立家庭或者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哟，是想跟你建立持久稳定的情感，不玩爱情游戏，不玩暧昧。首先，他是一个情感上面比较敏感丰富的人，是一个感性而且温柔的人，他可以尽可能的感同身受，而且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他都是有比较强的真诚度的。希望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真心的去做一些表达，不要有任何的期盼、欺骗，不要有任何的一些隐瞒。他希望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开诚布公、开开心心、轻松自在的。如果合适的话，那我们就天长地久；如果不合适的话呢，我们也好聚好散。最主要的是在感情里面不要辜负彼此，而且他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不会在感情里面过于的纠缠，或者是他不会吃回头草哦。如果不合适的话呢，分手了，那么肯定是不需要再回去了。所以，但是在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呢，就会慢慢的去追求，慢慢的去给予，他愿意去奉献的。而且在金钱上面，他也是比较大方慷慨的人，他最希望的就是彼此智慧上面有连接，语言上面可以沟通，什么事情都可以聊，都可以讲，那共同的去建立相同的价值观，这个跟你的想法是很像的。而且呢，他也是很勤奋、实际、有责任心的人，对于工作呢也是兢兢业业的。他很稳重，没有太多的一些突发变化，他会跟着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去创造自己的未来，而且他也会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你的关心，对你的重视。他可能是一个在感情里面比较专一，而且坚守承诺的人，说什么呢就做什么，不会是口蜜腹剑啊，不会是那种口出狂言的人。另外呢，他也是非常理性的，在感情里面尽可能的保持着理智的思考能力，去学习，去沟通，去成长，不要太容易发脾气啦，不要去讲一些气话啦，或者是不要太过于的情绪化。
是一个聪明、冷静并且善于分析问题的人。如果你们之间出现了矛盾，那么就去分析是什么事情造成你们的误会啦，那你们就会去做一些纠正。他也会看到自己的身上的一些缺点呢，会去做反省，不会因为你们出现任何的一些矛盾，他都会看到你的不是，他是会首先去看自己有没有说错话，自己有没有做错事，自己有没有做过不够好的地方，而且也会及时的去止损，及时的去表达自己的一些错误，尽可能他会是采取一种理智和冷静的态度去解决矛盾。另外呢，他很善于运用自己的逻辑思考能力，遇事不惊，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其实是有一定领导能力的人，而且他会以自信果断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个人呢，他是实际的而且理性的，也会以真诚跟坚定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也会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让你看到他的真心。可能在你愿意跟他在一起之后，那么他跟异性就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会有任何的暧昧，喜欢就在一起，那么不在一起的话就代表着不够喜欢，就不要有任何的一些调情动作了，他是会给你足够的一些安心的，这一点会让你非常的踏实。然后你们相遇呢，这边出现了很强的风的能量，在塔罗牌里面呢，宝剑就代表着风，风呢代表着速度很快，说不定你们很快就会认识，也说不定呢，你们可能是在一些智慧思考交流很快速的地方认识的，比如说可能是在网络上面，社交媒体上面，或者是在一些智力的竞技思考比赛上，或者是同事同学关系，也有可能是客户，是在有思想交流的地方，当然也有可能是在一些学习培训的场所。总的来讲呢，你可能会在通过思考、理性或者是成熟的决策过程中遇见自己的爱情。你们最刚开始应该是思想上面互相的吸引力，感觉它跟你的理念呢是比较相同的，你们可能有相同的一些价值观可能相同的一些思考方式是一个思维模式跟你比较接近的人，而且你们建立在很清晰的认识、互相尊重的这种过程里面，它会给你带来一种稳定跟满足的爱情关系。接下来我们这边出现了家这张牌卡，可以看到呢，他也许是你家乡的人，或者是跟你有共同的家庭观，也有可能这个即将向你表白的人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亲戚介绍给你的。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在很正式的婚姻网站社交媒体网站认识的，你们最刚开始也许就是以结婚为目的而相识的，结果在更多的思想交流之后呢，会觉得这个人其实跟你蛮合的。也许刚开始你对他的外表或者是对他的条件不是那么的很满意，但是思想上面呢，你会觉得还不错，因为很可能他的年纪是比你小一些的，或者是差不多的年纪，你会觉得这个人太年轻了，没有给你太多的一些安全感、稳定感。但是在接触之后呢，会发现年轻呢只是他的外在，他的内在呢还是比较成熟的，而且呢他不是一个特别浮躁或者是喧哗的人，他也不喜欢热闹，不喜欢派对酒吧玩乐可能也不是一个很懂得人情世故，不喜欢特别去社交的人，甚至有可能他社恐，也有可能他是一个比较内向或者是害羞的人，很有可能他没有太多的爱情经验，没有太多的爱情技巧，
他可能不太善于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他的内心呢是充满着温柔跟细腻的。特别是如果在一个大 party 里面呢，莺歌燕舞的，他可能就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个角落里面，感受到这种欢快的氛围就好了。但他可能不会站起来跟着大家唱啊、喝啊、跳啊。他有年轻人活力热情的那一面，但是呢，他也有年轻人天真稚嫩的那一面。这个人呢，可能跟你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哦。也许你们的缘分呢是比较强的，也许在曾经的某一世你们就相遇了，然后在这一世呢，再一次的遇见，重修旧好，再续前缘。也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因果关系吸引到他来到你的身边的。对于有个别的宝宝来说，也许之前的恋情里面有人对你不够好，那么可能这个人呢就出现弥补之前对你不够好的那个人，把你之前付出的爱要多倍的还给你。也有可能之前的那个人呢对你不够专一，所以这个人呢他就会来弥补这种专一在你的身上。无论如何呢，你一定要相信因果循环的理念哦。你跟他相遇呢是命中注定的，是对之前行为的一个回报。如果之前在爱情里面你投入了很多，最后没有收获的话呢，那么这个即将来对你表白的人，他是会来给予你更多的爱的。我们这边还出现了旅行这张牌卡，暗示着也许这个向你表白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冒险、喜欢探索、喜欢旅行的人。他可能不太喜欢热闹的场所，但是呢，他喜欢去大自然中走一走啊，他喜欢去度假呀，去沙滩、海洋的地方躺一躺啊。他可能喜欢通过旅行来拓展自己的视野，拓展自己的经历。也许对于有的宝宝来说，这个人可能是在你旅途之中相遇的，或者是你在乘坐一些交通工具而认识到的彼此。那么他呢，也有自己可能害怕、担心的那一面。你们两个人相遇呢，可能也会刚开始没有那么的觉得要信任彼此，很快的就想建立忠诚了，多多少少呢还是有些焦虑的，还是有些担心，不知道对方合不合适啊，两个人在一起好不好啊，可能也会去问一下占卜，或者是去有更多的一些熟悉，希望宇宙给你一些指引哦。但是宇宙想告诉你，你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你们有着特殊的联系，相信命运给你的安排就好了，不要去想的太多。除此之外呢，你的向你表白的这一个人，他是不会特别盲目自信的人，他不会是很大大咧咧无所顾忌的，其实心思还是比较敏感的。你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也有很多的疑问，但是他相信星座，他相信命运的安排，他也相信灵魂学，他也相信占卜，他是一个有一定信仰的人。有时候呢，他也会去做一些祈祷，并且他很重视承诺，很重视自己的诺言。一旦他去表白的话，那么就代表着他会对你负责到底，他会尽可能的做到他最好的地方。也许他不是一个很懂得甜言蜜语的人，但是呢，他是一个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人。可能有时候感情会给他一些压力，但是他不会轻易的放弃，他是有坚定的信念的。一旦决定要跟别人牵手的话，那不会因为一些任何现实的问题，或者是因为两个人的矛盾而轻易的去离开，至少要去争取，至少要去尽力而为，至少要去突破这些困难，让两个人尽可能的走到最后。那么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呢，那他也会离开的。只要对方不放手，他应该不会轻易的放手，他是有一定的抗压能力的，他愿意去承担一切。
他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呢，让感情越来越甜蜜，越来越好。其实这一点呢，他跟你的性格是比较像的，真的是可以同甘共苦的人。任何事情呢，不要去逃避，而且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滋润情感，肯定未来会变得更好。当然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关系里面呢，会有一些障碍，也许也会有外界的一些干扰影响，可能是距离上面的干扰啊，可能是年龄上面的一些差距啦，也可能是最刚开始并不是一见倾心，并不是这种一见钟情的能量啊。总的来讲呢，可能刚开始你认识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可能不是你期待的那种恋人恋情，但一段时间接触之后呢，你发现这个人越来越多的优点，你对他是越来越放心，越来越有安全感的。因为他一旦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就会努力的去追求，并且坚定自己的态度，在感情里面希望可以给到对方足够的专一，也希望安心建立稳定跟美好的关系。对爱情呢，他始终都是保持着一个乐观的态度的。他也相信没有人天生就是不需要磨合，天生就是情投意合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跟自己的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10多年、20多年，都不可能让父母很懂自己，自己也很懂父母，怎么可能去遇到一个陌生人，大家在一起很短的时间就走到彼此的心里面去了呢？但是呢，只要不放弃，总是可以有更多的沟通交流，总是可以磨合，破开很多的误会，渐渐走到对方心里面去的。这只是需要一个时间而已，但他呢也享受这个过程，所以他是一个对待爱情还比较乐观积极的人，这一点跟你也很合拍。他相信爱情的力量，他相信可以跟你共度很多美好的时光，他非常渴望跟你分享他自己的一些情感经历跟故事。你对他的疑问，你问他曾经的爱情啊，或者是他的父母啊，他都会很真诚坦诚的告诉你，他不想对你有任何的一些隐瞒。他在你面前越真诚，代表他越爱你，而你们之间呢也会建立非常紧密的关系，把自己的隐私都会去讲给对方听的。其实你们两个人的化学反应是见面之后越来越强，那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心跳加速、情感激荡的这种感觉，是循序渐进的，而且呢慢慢的就会产生很多的信任，你会觉得他值得你相信，你们是可以分享彼此的内心世界跟情感的，你们是可以建立互相信任和尊重的关系的。他也会相信命运的安排，跟你共度美好的时光，建立彼此支持理解的关系。所以向你表白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他真诚坚定，并且愿意给你建立美好，而他对你的这份喜欢真的有惊讶到他，甚至可以讲惊吓到他。他会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份爱的强度，让他愿意去做很多的突破自己的内羞啊突破自己的内向啊，突破自己的害羞，去做主动的一些表达，不愿意放手。目前呢，他已经准备好遇见你了，他已经准备好要追求你了。他希望呢，你可以也给他足够的爱，给予他足够的肯定，给予他足够的支持。你们彼此呢，互相的包容，那可以互相的理解。他是一个可能在感情里面受到过伤害的人，或者是有一定的痛苦，或者是原生家庭可能给他带来了一些不安全感，所以有时候呢，他在感情里面会有一些害怕，会有一些担忧，会有一些紧张，
但是他这种紧张呢，就是因为爱，他紧张你们的未来，他紧张你是不是会因为他说的多，说的不好，然后你就离开他。他会想的是比较多的，在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会有一种比较精神紧张感哦。他可能有时候呢也会压抑自己的情绪，但是他会去做积极的一些调整。希望呢在感情里面你可以给他更多的一些时间，你可以让他呢占有你心里的一个位置，你可以给他多一些机会，当然也给他多一些主动，给他更多的肯定赞扬呢，是会增加他的自信心的。他也会努力去获得你的赞扬跟认可的，他会积极的去做表现。那么这份情感呢，会往哪个方向去行进呢？还是非常积极的。可以看到呢，你们两个人呢会有很多的合作，两个人会有很多互相的包容，并且你们会一起去计划未来，你们希望共同的去实现这份感情的开花结果。两个人呢都会迎来人生新的一个阶段，因为这份爱情彼此都变得更加的美好哦，变得更加的主动，变得更加的有行动力，变得去突破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去展现自己的优势，去改变自己的缺点，生活习惯上面的缺点呢也会去更多的自律做一些改进哦。而且你们两个人的行动力还是蛮合拍的，一起去做很多好玩的事情，并且也给彼此带来积极的能量，是一份让你觉得有自我提升、有价值的情感。而且大家呢对于爱情都有不同的理解了，也会内心有更多的觉醒跟成长，双方都会以更加成熟跟清晰的态度来对待感情哦。大家都不会被动，而且你们周围的人呢都是很祝福你们的，很希望你们两个人可以在一起。你跟他的朋友，他跟你的朋友呢也是玩得非常的开心哦。而且朋友之间呢也是可以共荣的，你的朋友对他周围的人都比较认可，而他也是，身边的人都祝福着你们，希望你们好，你们呢也会有更多新的一些经历，两个人是可以互相扶持走向未来的。很可能只要你们积极的去滋润这份情感哦，是可以进入到开花结果的状态里面的哟。目前呢宇宙给你一些指引，首先倾听这张牌卡，当下你可能要倾听自己内心的一些声音，内心的一些直觉了，放下外界的干扰跟杂念，去专注于自己内心的一些感觉。遇到的人呢，如果你感觉舒服的话，你其实可以多了解一些，多去增加彼此交流的一些机会。有时候呢，在人际关系交谈上面，你可以少说一些，多听对方的一些语言，可以更快的去认识到对方。另外呢，在你周围的朋友哦，你可以去听一下他们的感情、爱情故事。你听到的爱情故事更多的话呢，你更加的现实一些，不会有太多的幻想。那么当然你也会有一定的准备，知道情感上面出现矛盾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最好。我们不会天生就懂得爱情，也不是天生就懂得爱情技巧的，一切呢都还是要去学习的。还有就是呢，请你对你的生活保持着信心，保持着希望，你保持自己的乐观积极态度吧。对方呢是会欣赏你这一点的，而且只要你通过保持自己的乐观态度，遇到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解决，你是可以更好的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变化跟挑战的。只要你放轻松哦，你是可以遇到你想遇到的爱人，你想遇到的爱情，
放下任何的一些负担跟束缚，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跟焦虑吧，不要有任何的执念，请你张开双手，接受宇宙给你的所有的事情。你要相信他给你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你是可以找到内心的各种平衡跟满足的。当下早睡早起，享受生活，时不时的跟朋友约约咖啡等等的，在你自己一个最舒服的状态之下，你就会遇见最舒服的爱情，你的恋人就会来到你的身边了哟。所以亲爱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你诚实坦诚的去展现你自己，爱你的人始终都是会爱你的，好吗？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哟，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谁即将对你真心告白呢？我们来看哦，宇宙会给你怎样的一些讯息。那么首先，你在别人眼中是怎样的呢？我们这边出现了魔鬼这张牌卡，看到不可否认你自己是蛮有魅力的，要么呢你就很性感，要么呢你就很风趣，要么呢你是很懂得展示自己的优势优点的，你是可以放大自己阳光的那一面。有可能你长得很好看，有可能你的身材曲线很好，有可能你的气质很好，有可能你的言吐是非常有魅力，也许你的性格是张扬的，是活泼的。无论如何，你身上呢一定有一个迷人的特质。所以很多人呢在初次见到你或者跟你有一段时间接触之后呢，都会暗自的欣赏你，喜欢你，并且被你身上的某一些特色而吸引着。所以身边其实暗地暗恋你的人也不会少哦，一直以来可能都是有桃花的，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敢向你大胆表达，表示对你的真心，告白于你的，因为你会给人感觉有点像是皇帝国王一样，是非常的有力量，非常的有控制能力，而且是占着主导性比较强势的，可能你想要的爱情必须是你自己要的样子，而且对方呢要顺从于你的，要是你喜欢的，你愿意去主动的抓住这些缘分。如果是喜欢你的，但是你没有感觉的话呢，你都会表现出来哦，都会可能转身走开。另外呢，也会感觉你是一个很有界限、很有原则的人。如果对方条件不够好，或者是跟你的想法不同，或者是他的自信心不够的话呢，他应该是不敢向你告白的。而且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你有一种可以给别人强大的尊敬或者是信任的感觉，让别人多多少少呢对你有一种尊重或者是崇拜，感觉你是有情商的，感觉你在情感里面是如鱼得水的，拿得起放得下，可以玩爱情游戏，也可以很专一的对待情感，是一个有比较强能力、爱情技巧的人。而且在感情里面呢，你也是非常深情的，你是有浪漫主义的，也是有冒险精神的。你想建立那种非常亲密深刻的情感关系，你愿意跟对方一起去探索情感世界，一起去经历很多新奇好玩的事情，去做一些不敢尝试的大胆的事情，你也算是比较开放的。而且对周围的人呢也是很关怀、很体贴，愿意给予爱，就是感觉你可能有过不同的情感元素、不同的情感经历，对待爱情呢你是复杂、是丰富的，所以不是内心强大的人，或者自己不是足够的乐观、积极、优秀的话呢，应该不敢跟你有太多的谈情说爱。做朋友是可以的，大家呢一起玩乐，那有一些感觉可以去做一些碰撞，但是想要跟你建立专一、长情、稳定的情感的话呢，他自己必须是强大的。当然了，能让你专一深爱的人，他一定不差。那么你真正想要的爱情是什么呢？当下的你
其实你想要的爱情哦，是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变换，不要有太多的混乱或者是不确定了。两个人有彼此爱情上面的坚定之心，一定要遇到一个自己情投意合的人，自己非常有感觉的人，价值观、爱情观很匹配的人。最好是大家同一频道、频率、磁场。在感情里面呢，也要有一定的勇气、耐心和内在的力量。你渴望那种充满了坚韧跟耐心的爱情，你希望可以跟你的伴侣共同去面对生活中所有的挑战，爱情里面的所有的困难。两个人是相互支持的，两个人是相互陪伴的。你并不是可能很在乎对方他的长相啊，或者是他的金钱条件啊，或者是他的家庭条件。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在性格上面哦，一定要非常的合，两个人在三观上面一定要达到一致，其他的可以互相理解，互相的包容。那也希望呢，对方可以给你内心足够好的安宁跟力量。两个人在一起是可以促进彼此更加的优质，更加的美好的。所以对方呢，他也是一个要强有力量的人。你希望这种爱情呢，是彼此有更多的一些寄托，更多的安慰，更多共同的滋润。面对任何的困惑跟挣扎的话呢，不逃避，一起去克服这些困难，共同去创造幸福的未来。其实好像看着你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你要求的是精神世界上面的一致，其实这个是最难的。如果对方他是一个很注重金钱物质的人，那么你只要送他礼物啊，你只要给他很多的一些金钱，你就可以控制他了。但是呢，你要的是性格上面的相同，大家的道德观啊、世界观上面的相同，精神是一致的。其实这个是比较难的哟。所以能达到你的爱情标准的人一定不会很差。那么下一个向你真心表白的人是谁呢？他敢于去展现他自己，敢于在这么强势的你面前呢去追求你，看来他应该也是不错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展示一下。好消息哦，他是你的灵魂伴侣，怪不得你们可以在一起。好，先一部分一部分来展示。首先，这个人呢，在金钱上面他是比较大方慷慨的，在爱情里面他没有太多的一些计较，那谁付出的更多，谁付出的更少一些，只要是自己爱的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他都会积极展示追求。而这种追求呢，可能是带对方去一些高档的餐厅，去一些高档的约会场所，那给对方赠送一些美好的礼物哦，让对方看到他可以去用实际的动作去展现自己对对方的喜欢，去大胆的追求跟表白。在感情里面呢，他也是一个不离不弃的人，他是愿意跟对方共同去创建未来，一起去商讨，共同计划未来的。而且在感情里面呢，他也是有团队合作的人，跟对方呢有很积极的沟通交流，是一个善于合作，通过自己积极的态度来表达对对方的喜欢，并且呢，他可以充满活力和自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是一个很相信自己可以收获幸福，也相信自己可以给对方带来幸福的人。在爱情里面呢，他没有太多消极负面的能量，他尊重彼此的一些独立，
你有你的社交圈子，你有你可能需要去忙的事情。那么我们建立美好的爱情呢，我不会以爱的名义去捆绑你，去束缚你，而是我会以爱的名义去支持你。你想做的所有的决定我都支持，你想去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也支持，你需要我陪伴我就陪伴于你。所以性格上面呢是很成熟，是很大度的，而且他也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他可能不太懂得金钱上面的理财储蓄，在金钱上面不会特别的小气，不是一个很现实主义的人，他可能更加的理想化一些。对于他来说，精神世界的丰富满足才是最大的幸福，而不是银行的存款。有可能他是月光族，但是呢，他的生活质量不差，他的人生状态不差，他可能只会有一些小的投资在股票上面啊，或者是在一些理财产品上面，但是更多的钱他会拿来消费，让自己让家人都生活的足够的无忧无虑哦。想吃什么我们就去吃好吃的，想买什么我们就去买什么，最主要的就是内心的这种快乐。只要你快乐的话呢，你就会健康，健康的话呢，你就不会把存着的钱拿去给医院了。所以想法呢是很通透的。那我们这边出现了世界这张牌卡，代表着他喜欢到处走一走，到处看一看，心呢是很豁达的，世界观呢也是比较大的，格局也是比较大哦。他也是一个有大的愿景跟抱负的人，会追求完美，会追求成功，但这种成功呢在于生活品质上面的成功，人生上面可能更多的成功，而不是在事业金钱上。有时候呢，他也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可能会有一些混乱或者是焦虑，他是可以自我很好调整的人，有一定的自我治愈的力量，不会去把自己陷在暗黑的能量里面，尽可能的去看到美好的那一面。他会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在爱情里面呢，尽可能的去做积极的滋润情感的事，而不会随便的发脾气啊，而不会去看到对方的不足错误，他会更多的看到自己需要去改进的地方。而且一旦他下定决心要追求对方的话呢，他是想跟对方建立长期的稳定的爱情的，所以在感情里面他会让你感觉得到足够的安心，而且他有足够的包容度，他希望你们可以建立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可以经常去度假，可以去很美好的地方，去新的地方去体验。他也懂得讲甜言蜜语，他也懂得在生活上面呢给你一些很多的关怀，希望你可以健康，希望你可以快乐，希望你可以轻松自在。同时呢，他也可能会给你一定的责任感哦，告诉你不需要太努力的赚钱，希望你呢可以你们1+1大于2，一起去建立美好的生活。你们认识的地方呢，我们这边出现了家庭牌卡哦，有可能是在一些情感丰富温暖的环境之中遇见自己的爱情的，也许是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家庭聚会，或者是参加一些艺术表演的聚会，或者是在相亲网站以正式认识恋人，那认识伴侣的网站上面认识的彼此，也有可能呢是家人介绍或者是朋友介绍的。我们这边出现了宝剑侍从这张牌卡哦，也有可能是通过一些思想开放的环境之中遇见自己的爱情的，可能是在旅行啊，或者是在学习，在参加一些知识分享的活动，在一些培训会上，可能是建立在智慧和理性沟通上的一些聚会啊，一些的地方所认识的。还有我们这边出现了权杖骑士这张牌卡呢，也可能代表着追求激情跟冒险哦。两个人是在充满活力和挑战的环境之中相遇的，可能是参加一场运动比赛，或者是一些刺激的社交活动。那跟对方呢都会
以一种勇敢的、充满活力的这种状态去建立共同的兴趣跟冒险。可能你们认识的时候呢，是在比较多人的地方，在这个比较热闹的场所里面呢，是有很多要么就思想上面的这种活跃交流，要么就是行动上面的活跃交流的。当然这边呢，可能社交媒体也算是人多的地方下一个向你真心告白的人呢，他可能是一个外表比较有吸引能力的人，他的个性呢应该是比较明亮的、乐观的。他第一次出现在你面前呢，就会让你眼前一亮感觉他是有很好的性格特质的。也有可能他的气质或者他身材比较好。总之呢，你们两个人应该都是长得比较好看的，都是很容易让人第一眼就喜欢上。另外呢，他可能是一个喜欢掌控局面的人，可能有一些强烈的控制欲，但可能呢，他也是一个比较随波逐流的人。他在你面前呢，是一切随你。你想往哪里走，我们就去哪里；你想去看什么、玩什么，我们就去玩什么。他可能会以你的快乐为他的第一目标。这个人在这方面很聪明如果自己的伴侣开心了，那自己也开心了；如果自己的伴侣不开心的话，那自己也开心不到哪里去。所以呢，他一定会讨好你的，一定会去了解你喜欢什么，你不喜欢什么，然后做一定的规范。会让你觉得跟他在一起呢是非常舒适的，是非常自由自在的，而他就是你今生的真爱。你们会建立非常深厚的爱情关系，你们呢本身就是灵魂伴侣你们的性格很像，你们可能也有比较相同的一些经历，类似的一些经历，或者是类似的一些情感故事，所以很容易走到彼此心里面去，很容易去读懂对方，很容易去理解对方。你们之间的误会很少，因为两个人会做非常积极的沟通，有任何质疑的地方、不理解的地方都会直接的去讲出来，然后对方呢，他会好好的去跟你解释、沟通，让你明白。所以你们几乎是不会吵架的，几乎有很少的一些矛盾。而且他对你呢是非常大方的，他会给你买很多的礼物，在他的金钱范围之内，你想要什么，或者是他都会去积极的表达。那他想要给你他所有的金钱，他想要给你呢他所有的一些爱。你们是有精神深层次连接的，有特别的情感纽带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就会有这种心灵感应，四目相接的时候就有电流在你们之间穿梭。他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你对他呢也是一见钟情。哇，这种感觉真的好棒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有一定自尊心的人，他也不会放低自我的爱情标准价值。在遇到你之前呢，他其实就已经单身一段时间了，并不是代表他身边没有人喜欢还是有很多人喜欢他只不过呢，在他没有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的去玩爱情游戏。这一点会让你有足够的安全感，因为他没有任何复杂的一些情感状态，没有跟别人产生任何的暧昧，是一个很干净生活的人。在感情里面呢，他希望尽可能的简单，尽可能的纯粹。这个人呢，他也是比较怀旧的，他怀念很多美好的一些回忆，他是念旧情的，所以在感情里面呢，他是行侠仗义的，他是很有温度、很深情的人，对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友善，并且当他要追求谁的时候，他其实蛮有计划性，蛮有策略性的。平时呢，他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个目的性，就是
轻松自在的，但一旦遇到自己爱的人，他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不会轻易的放弃。在感情里面呢，他会100%的去投入哦，换取自己的幸福。生活中不重要的小事，他都不会去计较，都不会去算计，不会有太多的一些争取。但是一旦遇到自己的目标之后呢，他是会去深思熟虑的制定计划的，特别是在追求你的时候呢，是花了很多的一些心思哦，是可以确保他的一些说话，他的一些行为，他的一些反应呢，是可以得到你的认可，得到你的回应的。其实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没有太多的一些小聪明。而且他也是比较正直的人，很坚持自己的原则。一旦自己决定的事情的话呢，他是会坚持下去的，不太容易被收买。那么跟你一样哦，不是说别人对他喜欢，给他再多的一些金钱，但是自己没感觉，不是他的爱情标准的话，他依然是会拒绝的，懂得拒绝。那懂得有一定的边界感。除此之外呢，他也很放松，希望跟你建立轻松快乐的关系。在关系里面呢，他是会展现真实的自我的，他很坦诚，不会在你面前戴面具，不会想要去装神秘感或者是隐藏自己。其实他的缺点呢，他也会展现出来，因为他知道如果刚开始任何事情的表现得太优秀的话呢，那么最后就会有太多的磨合了，会让你感觉得到不舒服，一种欺骗感。如果最刚开始就所有的都诚实真正的展现出来，那两个人依然是可以沟通包容的话，那么越走就会越顺。所以这个人真的是比较理智哦，他没有太多的恋爱脑，而且也真的是很有智慧。好，接下来呢，还可以看到他会激发你身上很多可爱的一些地方，他对你有很多的欣赏，很多的一些肯定，他也会去积极的表扬你哦。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你会变得更加的美好，更加的漂亮，更加的帅气，更加的优秀，更加的有上进之心。因为他总是会鼓励你，总是会给你带来很正面、很强的力量。他会帮助你去放大你的优点，让你看到你是一个值得被深爱的人。你们之间呢，也会有很多的调情，有很多肌肤之亲，会以很俏皮的方式去做互动的。两个人随时都是牵手啊、拥抱啊、亲吻啊，而且在肢体、身体上面也可以达到共欢愉，也可以达到很高的点哦。那这个你应该懂了。好，接下来呢，你们两个人也是很两小无猜的，会去做很多幼稚的事情，不会有太多互相的一些心机，或者是排斥，或者是不开心哦。两个人就像很单纯的小孩子一样的，去充满着冒险，充满着好奇心，充满着探索彼此，来制造一些可能互相开玩笑啊、幽默啊，或者去游乐园啊、动物园啊，去做一些很有趣的浪漫约会，增加你们这种欢乐的氛围，让你们彼此的情感呢很强的联系。他对你呢是充满激情跟渴望的，他是非常的迷恋你的。所以亲爱的，即将向你表白的人呢，他是一个有自信、有魅力的年轻人，他可能是具有主动性的能力的，而且在感情里面充满着爱和激情。那他也会用特别的礼物和罗曼蒂克的方式来表达对你的爱意，希望给你建立非常真挚的情感关系。那么他心中对你的话语，但有一个地方你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容易吃醋的人，他有一定的嫉妒之心，
他希望呢，你们在情感里面之后呢，你尽可能的不要去跟其他的异性或者是其他的人有暧昧了。他自己的情感世界是断得干干净净的，他也希望你这个样子。他希望呢，你可以视他为最亲密的朋友，视他为去做所有事情的伴侣陪伴，视他为第一或者是唯一，而他愿意陪同你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所以还是对你很强的一个依赖哦。最好两个人24小时随时都在一起，他觉得你是非常性感的，很有欲望，对你呢是有比较强的生理反应的。当亲吻的时候，可能他都会全身颤抖，当拥抱的时候，他可能都会有身上的这种汗毛都会立起来。而他是一个追求幸福的人，追求精神世界上面的满足。他可以为了你去放弃自己的事业，放弃自己的专业，或者是自己生活的地方，自己的一些生活不好的生活习惯，他可以为了你去做很多的妥协跟改变。其实在你和他的家人之间，他会首先选择你，他心中的排位哦，可能第一就是自己的妻子或者是丈夫，第二呢可能就是自己的小孩，第三可能才是自己的父母。他自己的人生他是理得比较通的，他不会像有的人第一父母，实际上呢父母不可能一辈子后半辈子一直陪伴着你，但是自己的伴侣是的，所以他会把你放在他的第一位，他想拥有你所有的时间，他会随时都保持想要牵你手的这样的一个准备。但有时候呢，你给他会一些比较冷的感觉，或者是没有他那么的激情哦，因为他对你太迷恋了，所以会显现出你对他没有那么的主动。有时候呢，希望你可以给他更多的一些肯定，给他更多的一些热情，他希望你真正的也在乎他，彼此呢一定要是对等的，会更加的开心。因为看见他爱你呢，比你爱他更多，他在感情里面可能是更多付出的那一个人，他需要你更多的一些关注。希望你们的爱情一直都是充满着活力、兴奋感跟炙热的。那你们之间的感情未来发展如何呢？我们这边出现的牌卡呢，还是蛮有意思的。首先就是干柴烈火的恋人牌卡哦，看到你们两个人呢会在这份情感里面非常的情投意合，两个人充满着互相的尊重，分享着共同的美好时光，共同去创造幸福满足的生活，而且也有很多新的一些行动力，让双方一直去培养共同的兴趣爱好，增加你们之间的这种激情。也许你们会去看很多的演出啊，或者是比赛啊，或者是去培养共同的一些运动，一些喜欢做的事情。总之两个人呢会非常的亲密哦，去做很多自己可能没做过的事，愿意给予，愿意奉献。看到呢，下一个向你表白的人呢，他是会把你当成小孩子一样的来宠爱哦，来疼爱，来关怀的。在这份感情里面呢，会很专一的专注在你的身上哦，并且你们可能会去做一些重要的选择跟决定，比如说结婚啦、同居啦、共同生活啦。你们之间呢会强调彼此有深刻的精神和感情上面的联系的，对对方呢不会有太多事业、金钱上面的一些要求哦。如果滋润的好的话呢，大家是可以花开富贵、百年好合的。亲爱的，当下呢，宇宙还是会给你一些建议哦，希望你呢可以去开放自我，不要给自己太多的一些界限了。那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就去追求，无论你们有怎样的一些差距，只要努力的话呢，只要释放自己的话，是可以
抓住自己的缘分的。有时候在爱情里面也可以反传统一些，也可以反规则一些，不用太过于的谨慎一板一眼的了。宇宙也鼓励你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独特的观点跟想法，不要受到别人的束缚跟限制，不要受到社会的一些规矩。如果对方呢，他年纪比你小很多岁，没有关系；如果对方呢，他是外国人，没有关系；如果对方呢，他可能是一个双性恋，其实也没有关系。你只要勇敢去挑战传统跟常规，敢于去追求自己的这种想法跟激情的话呢，你是会寻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自己想要的幸福爱情的。追求内心的激情跟热情希望你包括追求自己热爱的事业、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关系，投入到自己钟爱的这些行动之中，你是可以发挥自己的潜力，找到自己内心的满足跟成就感的。所以在寻找事业的时候呢，也要去看不要看最后这个工资好不好，或者大家说这个事业好不好，最主要的是你自己喜不喜欢，有没有热情，敢于做不同的事，敢于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它是有2-8分规律的，20%的人是幸福，80%人可能都是浑浑浊浊，那跟着大家一起随波逐流的。所以大众都在做的事情，你就不要去做。大众都在选择结婚，选择某一种婚姻状态，你就不要去，你就是以爱情为名义，可以不结婚，可以不去拿婚姻的张纸，也可以不生小孩等等的，通通都没有关系，只要你自己喜欢，你就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世界就好了，好吗？追逐适合你的幸福，不要去满足大众的一些期望，跟随自己的脚步吧。不要着急结婚，不要着急谈恋爱，除非是真正的遇到那个合拍的人，那么下一个就是了。亲爱的，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